任总统之后快1年了，但没有任何的建设，他要把我们的护国神山直接上给美国，这就是赖清德上台第1年搞的。台积电答应美国投资至少3兆3台币，这么多钱要跑去国外投资，我们有投审会，结果居然可以绕过投审会，台积电搬去美国的过程根本就是违法的，根本就是在卖台。今天为什么开下这几倍走的时候，想要独裁嘛，想要盖洋嘛？民进党为什么切不了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南韩的尹锡悦偷了他的剧。第二个，我们是青年情真爱乡土，他们是美兄美透爱杂货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赖清德呢，一记细郎呢，都想被这总统，中间还想要蓝胡蔡英文，结果后来被蔡英文的网军怕白，所以蔡英文顺利的连任。蔡英文不计前嫌，找了他当副总统。经过这嘴泥，赖清德终于完成了他的总统梦。上任总统之后也快1年了，不但没有任何的建设，甚至于解放军2次包围台湾，赖清德都动作不快，所以他在讲抗中保台。结果民进党的大将都用身体亲中啊！川普上台了以后，直接把赖清德当作小透明，动作空气不看，所以他就紧张啦。大家也都知道赖清德的个性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鸡肠鸟肚啦。所以啊，他现在做总统了，第一件事情，所有妨害他总统梦的先关起来，郑文灿、柯文哲，对不对？现在总统府是他的。行政院是他的，监察院嘛是他的，媒体是他的，对不对？今嘛法院嘛是民进党开的，对不对？检察官、调查局，通通都是民进党的，对不对？刚才有几项不是他的啦。他看到韩国瑜当立法院的院长，暗时啊都困不去啊，就硬哎，被透毁啊！而且在国会里头的多数才能够制衡他，才能够监督他，摇摆关系啊。所以从一上任开始就在想要怎么对付立法院，就受奥波啊，就用这招啊，罢免啊，上任了后选调动选了后，这几年的立委才开始罢免，所以等到今年，好，互伊等到啊，全台大罢免，伊无差，我若罢免袂行，大不了就是维持现状嘛。哪可以我冰盘嘞？那立法院就会收回去了。一旦立法院收回去了之后，他现在就无法无天啊！他现在就这么死啊！他就大行都敢做啊！你想想看，万一立法院他又收回去了之后，他通通都不需要在乎民意，变独裁。所以今天要守护台湾的民主，不是干那台湾的民主而已呢，还有台湾的经济。咱今嘛会当过这么好的日子，你有想过不？有一天可能都没去。所以这一战为什么会非常的重要？你看赖清德，他要把我们的护国神山直接送给美国呢。你要知道这几年台湾的股市没有台积电，没有这些年来台湾股市的荣景。你看咱韩国多紧张，总统带的整个政府去跟美国谈判，咱的政府是帮着美国把台积电杀过去。本地应该爱投资台湾的，现在都投资去美国啊。通通加起来，一整年台湾的民间投资至少1/3人间蒸发。没有了这些投资，没有所有相关的生意，也没有了工作机会。不只是我们的年轻工程师，还有周边多少人靠台积电吃饭，多少人靠我们的高科技产业，靠我们的护国神山在吃饭的，通通都没有了。但是咱的政府完全没有危机意识，再加上现在赖清德每天在卖芒果干，美术干他明仔就要修正啊，所以高中生、大学生都要随时准备去做兵、去战争。那谁愿意来投资台湾？你若有亲戚朋友在外国大，你就知道这几年多紧张，现在多紧张。他敢把钱留在台湾吗？他第一句话一定问说：你是不是要战啊？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讨论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乌克兰。你有钱，你敢没来投资台湾？你认为台湾的经济永远都像亚洲4小龙经济奇迹？我们喊了骄傲了几十年，很有可能毁于一旦。这就是赖清德上台第1年搞的，不基础叫多出，他凭什么保台？他根本就是在卖台，对不对？对。台积电答应美国投资多少？大家都听到了，1000亿美金，对不对？1000亿美金是地板，不是天花板。
因为川普后来讲2000亿美金，我们才吓一跳说，哦，原来是至少1000亿美金，希望美国是要他投资到2000亿美金，1000亿美金是3兆3台币，2000亿美金就是超过6兆台币，平均分摊下来，每一年要几百亿美金。不再投资台湾了，我们这么多钱要跑去国外投资，中华民国干不法律？我们有投审会，结果居然可以绕过投审会，台积电搬去美国的过程根本就是违法的。但是问题是，经济部长、总统通通打着野球，抓着台积电的手，赶快把它推给美国，可以完全不顾所有的程序正义、国法家规，遇到民进党，通通变成参考用而已啦。我刚讲完了以后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挺罗挺伟是在保护台湾的民主，是在维持台湾的经济底气，是在挺我们自己台中市。挺罗挺伟就是挺卢秀燕，就是挺台中，就是挺台湾。所以拜托大家，我今天讲得很清楚，需要大家回去宣传，告诉大家这一场大罢免非常的重要，不能够大意，不能够轻敌。连徐巧芯在台北市这个长期以来蓝大于绿，永远立委都是国民党在当的选区 ，TVBS 做的民调哦，不是绿的做的哦，里头徐巧芯居然还输掉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严阵以待，绝对不可以让民进党下去，绝对不可以让民进党出老千、跋歹叫，不可以让民进党争去。趁着我们现在还能发声，趁着我们现在站出来还有团结、还有力量的时候，挡住民进党的大罢免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要拜托大家认清楚。今天民进党还在骂说我们删掉他的总预算，他现在赖清德是最有钱的总统，然后还每天哭穷，他手中的总预算比蔡英文8年都多。然后呢，他最新这一年超收我们的税金，超收6000亿，叫他一个人发1万，也不过才花不到2500亿，他也不肯把钱还给我们。这么多的钱搞到劳保要破产，这么多的钱搞到健保不够钱，这么多的钱搞到急诊没有床位，这么多的钱搞到没有人要去当护士、当医生，因为待遇太差，钱都到哪里去了？这么多的钱还要给我们涨电价，还要给我们涨水价，全部通通被绿油油吃光光，吃相这么难看。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每一个人都站出来，告诉你身边的人，我们怎么样挡住民进党，我们怎么样挡住这一列失速列车，让民进党把整个台湾拖下万丈深渊。我们必须团结所有的力量，在到时候罢免成案要投票的那一天，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投下什么？不同意，因为我们不同意民进党贪污，因为我们不同意民进党集权，因为我们不同意民进党卖台，因为我们不同意民进党引来战争，因为我们不同意民进党把我们的民主成就、经济成就全部败光。所以拜托大家站出来投什么？不同意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罗廷伟都变成中共同伦的时候，要怎么办呢？出来投不同意。我们今天呢，看到柯建铭在效选那个立法院长位置的时候，要怎么办呢？出来投不同意。我们今天呢，看到赖清德嚣张跋扈恶霸，他的赖皮寮竟然可以变原住民就地合法。台湾原住民族直接新增一族叫赖皮族，有这种事吗？是非黑白比蓝绿更重要，是非黑白比我们这些政治在那边斗争更重要。民进党已经杀到我们的面前了，他今天要罢免最认真的罗廷伟，所以大家了解到，这是咱台湾生死关头的一战。看起来倒是这个动员好像没有什么样，那真正无安怎？民进党要开几百万，你要做谁？因今天为什么开这钱要做谁？是因想要独裁嘛，想要盖洋嘛？他们今天为什么戒不了严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南韩的尹锡悦偷了他的剧本嘛。第二个，台湾人心里最引以为傲的，我们和平转换政权，我们蓝的绿的都做过，我们心目中最重要是幸福的未来。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，但有一些坏分子，他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他的价值。我们是清廉勤政爱乡土真正的精神，他们是美乡美透爱查某。